房车从这样变成这样、这样，还有这样，究竟经历了哪些步骤呢？一起来看看吧。大家好，欢迎回来。作为成功改装了这么多辆 B 型房车的博主，今天我们就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大家总结了10个 B 型房车改装的步骤，一定要按顺序观看哦。那我们就开始吧。改装一辆房车是一个长期的项目，在开始之前设立好总预算，也就是预先设定好一个上限，之后的各类花销也可以做到心里有数，避免超支。总预算包含2个部分：购买房车本身所需的资金，以及改装房车需要的各种工具、材料、车载电器和房车配件的费用。决定好总预算之后，就可以买车了。买车之前，记得一定要做好攻略。举一个例子，就改装的难易程度来说，奔驰的斯宾特就比福特的全顺要容易上手很多。福特全顺天花板的前端是弯曲的，所以安装全顺的天花板比安装拥有平整天花板的奔驰斯宾特的难度要大很多。还有，不同品牌的车在内部尺寸和结构、性能、动力、油耗、价格等方面也都会有所不同。选车的时候需要结合自身需求和预算综合考虑。如果对福特全顺和奔驰斯宾特的全方位对比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的这期视频哦。另外，大家在买车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建议：如果是打算自用，并且经常出行或者是长期旅居的话，建议购买新车，最好也是车况很好的二手车。房车的内装和车是一体的，图便宜买的旧车，如果出了大问题，那么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打造的内装就全部浪费了。初步设计就是根据自己购买车的具体尺寸，以及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敲定房车各个功能区大概的平面布局，比如床、洗手间、餐厅、厨房的位置和大小。这一步在电脑上或者纸上大概的画出2D 平面俯视图就可以了。在开始初步设计之前，请大家先来回答以下这8个问题，帮助你更快的敲定布局。建议大家截图或者拍照保存哦。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房车布局设计的选择，可以看看我们的这期视频哦。在完成了房车布局的初步设计之后，下一步也就是整个房车改装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那就是房车的具体设计，以及选择敲定房车上的电器和配件。这一步我们选择了3D 设计软件来进行房车上各个功能区的排布和设计，这样在之后实际操作的时候会更顺利，减少试错成本。精细设计首先需要按照自己的需求完成水力系统和电力系统的设计，和安排好水箱和电箱在房车上的位置。因为水电是房车上最关键的部分，水箱和电箱的体积也相对较大，一般我们都会把它们设计在像长椅下或者床下这样的地方，一边放水箱，一边放电池，实现合理的左右重量分配。然后根据上一步画好的2D 平面图，选择并购买房车上所需要的大型电器和配件，比如微波炉、冰箱、厨房炉灶、热水器和水池等等。注意，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型号。房车上的家具，比如柜子、桌子台面的高度和大小，都是要根据电器大小来定制的，所以要先决定电器的大小，才能进一步将布局设计精细化，进而决定各个功能区的尺寸和具体位置，也可以方便之后安排水电的走线。关于房车上的配件和大型电器的选择，这里还有2点需要注意。第一，像水路系统和电力系统的配件，空调、暖气、冰箱这类大型的电器，一定要选用质量好的，一旦坏了，维修起来可能会非常麻烦，如果需要换新的，也不一定会符合原来留出来的空间和尺寸。第二，
房车上的电器有直流就尽量选择直流，除非是功率特别大的电器，比如炉灶或者热水器等。另外，房车行驶的时候会颠簸，空间也比较小，所以还需要考虑电器的防震性能和它的通风设计。完成了前4步之后，现在就可以正式开始上手改装啦。首先要完成的是房车车体外部的改装，根据设计切出窗户口、空调口、风扇口、外接电和接水口，然后完成窗户、空调、风扇、水电外接口的安装。如果想要空调、暖气和太阳能板，也需要在这一步安装完成。完成了房车的外部改装之后，接下来就是房车的地板、墙面和天花板的安装了。具体来说，首先要安装房车的隔音层，然后按照第4步的具体设计，完成墙后的水电走线，接着安装保温隔热层，然后是地板、天花板、顶灯和墙面，而剩下的空间才是真正的可居住空间。这个时候需要根据原先的设计，再次确认具体的设计尺寸，进行及时的调整。在之前的2步，我们已经完成了水电的设计和墙后的走线，这一步就是完成水箱和电箱的安装，并且进行水电的测试，目的是为了在安装房车其他的家具之前，房车上的水路系统和电力系统都能正常运行。在完成水箱和电箱的制作和安装后，就是床的制作和安装。因为电箱和水箱一般都安排在床下，床也是房车里占地面积最大、最重要的功能区，所以在所有的家具里面，床通常是最先安装的部分。除此之外，床通常都设计在房车的尾部，所以还要制作安装床下和房车尾部的收纳。制作安装完面积最大的床之后，接下来就是厨房、洗手间等其他功能区，还有顶柜的安装了。顶柜如果过早安装的话，在房车内作业时可能会碰到头，而且顶柜是一组相对独立的组件，所以可以放到最后来装。最后一步，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步，那就是房车的收尾工作。到了这一步，看似所有的制作安装都已经完成了，但其实房车上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去打磨，比如房车后舱和驾驶室衔接处的地面、墙面、天花板的角落，这些也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在此基础上，可以增添一些软装，比如墙上的装饰画、绿植和抱枕等等，为房车增添更多的家的感觉。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总结的10个房车改装的步骤。最后还有一点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房车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所以前期的工作哪怕准备的再充分，到了实际改装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气馁，调整心态，解决问题就好。不要忘了点赞、关注、转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